好，这一节课我们来给大家讲解的是水彩的透色的一个取色方法啊。透色的话，首先我们还是利用这一盘彩绘盘去给大家取这个透色啊，看一下它呈现出来的效果。其实的话，透色的话，顾名思义就是它颜色要有透明度更高，在甲面上的效果更有通透感，对吧？那我们在取出来这个颜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沿用这个取实色的一个方法啊。这个方法也分两种，第一种就是我们沿用于之前啊取透色的取实色的这个方法，就是先把这个颜色取出来一定的颜料之后啊，再往里面去加水。可以是加1滴、加2滴啊，或者说把这个颜料区分出2坨出来。你看这个时候它明显这个颜色它流动性特别大啊，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水量变足了。这种情况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就是明度有所改变了啊，透明度有所改变了。那我们之前在这个调色的这个课程当中也给大家呈现出来，就是加水嘛，对吧？所以它颜色的会有变化。我先取这个颜色的一个重色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，然后我再往里面去加水之后啊，再看一下它的效果，对吧？它就是明显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。我再去加水，它还能更淡吗？还可以更淡啊，还可以更浅，是不是？它是这种感觉啊。那这种操作方法我通常会用在于，比如说我一开始这个颜色我是先用实色，我要画点什么，然后画着画着我需要在旁边可能加一点氛围感，这个时候颜色需要调浅了，那我就直接在这个颜色里面加水就可以了。那假如说我们是要铺底色的情况下啊，假如我是要铺底色的情况下，那我可能直接来取透色就可以了啊。比如说1/2或者3/4一个取水量啊，这个就不做控制了，就看你具体需要多少啊，去控制它取水量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蘸完这个水分之后，可以到里面来抹一下，你看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啊，这是抹一下，看看是不是？你觉得抹一下颜色也不够浅的话，你就再加点水，它颜色会更浅啊。加点水哈，对吧？啊，会呈现这样的效果。那如果说我们用小卸妆棉啊去控制这个取水量的话，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。这个就稍微压的猛一点啊。其实大家不难感觉到，我在利用水取色和利用卸妆棉取色的时候，我的水位稍微会有一点点变化。我直接到水里面去取色的话，它的水位可能要低一点啊，比如说1/2。那这种我们如果说同等量的水分啊，同等的一个含水量，我要靠这个卸妆棉去实现的话，我可能要压到3/4或者压满啊。那我直接在这个里面，我想完全给它浸入到根部的笔毛根部的一个位置，假如是3/4取水量或者4/5取水量，我如果想要靠着卸妆棉啊，这个浸满水分的卸妆棉去实现的话，我可能要压1次、2次啊，它才能达到说跟我的这个完全浸入到水当中。换一支笔啊，这样的才是一个取水量，甚至于说还是要比这个要稍微少一点点，是不是？其实肉眼可见的稍微会少一点点，对吧？那所以说它俩的一个取水稍微是有一点点区别的，这个取水要取出来的水分更少。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你需要的颜色并不多的情况下啊，靠它去取水其实更方便啊。在我们需要去大量的取颜色以及说洗色换色的时候，用水会更方便啊。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。那好了啊，我们再用这个去给它调一下啊，完全压满，那去取这个颜色啊，来它旁边的地方调2下哈。取出来的这个颜色就是透色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什么样的感觉是取透色呀？就是少的取胶量的取颜料的量，对吧？也就是蘸出来的颜料，也就是说我们揉颜色的时间短一点，它呈现出来的就是透色了。那么说到这一点的话，就不得不说到啊，很多宝贝一直要有的一个疑问了，那就是我们的晕染盘。都说它是透色盘，那我直接就已经能用实色盘，也就是彩绘盘，就加水就可以调出来的颜色，我为什么还要需要这一盘啊？
它这个的话，我们在调色过程当中，再往里面去加水的过程当中，大家不难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它颜色越加水的同时，它这个颜色是有变化的，看出来吗？虽然是同个色系，但是它颜色有变浅，对吧？我们给到大家这个晕染盘的一个意义就在于，我是要让它颜色不变，深浅不变的情况下，让它变透明，让它变成透色，这个才是我们的晕染盘的一个意义所在啊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做晕染的时候，你想做出刚才我给到大家看到的这样的款式的一个区别的话，如果它都是这样的颜色，它肯定是出不来效果，它里面是要有重色的，对不对？它是有这种重色的，而且在这个颜色基础上的话，再去有一个深浅的区别，同时它又是透明的啊，这个是我们做晕染的时候的一个效果啊。那在纸张上它是呈现不出来的啊，我去给大家取出来，并不是说我们的水彩的这个晕染盘它取出来的颜色都是这样的啊，都是这样，它不是的，而是你如果拿到纸张上来去绘画的情况下，它的颜色也可以达到一个很浓的效果的。然后去取一个正常的一个实色啊，去呈现出来，对吧？它这个也是有这个偏实一点的颜色，偏透一点的颜色区分。那我去加水嘛，加水它的这个颜色也会变浅呀，对吧？啊，再去加水，对不对？它只要加水的话，它颜色确实都会变浅，但是的话，这个颜色有透明度。其实，在纸张上啊，大家仔细看也能看出来一点，就是它这个颜色覆盖力就会差啊，整个晕染盘它的覆盖力都会差，所以它整个颜色是有透色，然后取色的方式啊，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我们大部分用到晕染盘去做款式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铺底色或者做取渐变色做大理石纹路的时候啊，所以拿它去画线条的情况下是非常少的，非常少，不代表没有啊，但是这个机会很少。那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量取色，那所以说会用到我的第一种方法啊，可能会多一点，就是直接是这样。就是取水量稍微大一点的这种是吧？可以是这种3/4的啊，或者4/5一个取水量，直接把它取到旁边，然后这样大面积的去应用，或者是完全把它浸入到这个干净的棉片上面，然后再去调这个颜色哈。然后它也是分实色和这个透色的一个区别的，就像我刚才说，它加水颜色也会变透哈。我们再来换一个绿色给大家呈现一下啊，假如是这个绿，我基本上蘸完这个颜色啊，我取的浓一点啊，浓一点，对吧？你在看到的时候，咱家因为都是这种压缩的盘啊，所以的话，我们呈现出来颜色的时候，你看光看这个色块，可能区别不出来它是什么颜色，但是你要把它可以说涂出来一个简易的色卡就可以了。然后加水，它颜色会变透啊。首先我加水的话，你看我加水量加多少？我是在这个颜色基础上，我有把笔浸入到我的这一个水当中去了啊。我是带着颜料去浸的，所以说基本上就再蘸一遍，蘸到这个位置，然后迅速的点一下，然后拿出来。啊，再到这个颜色当中去揉，这个时候含水量会很足。那如果说你想让它是，含水量少一点又很透的情况下，你可以怎么办啊？可以是把这个颜料，哎，我换成这个绿了，忘了。可以是把这个颜料我们先调到这个位置上来，然后这个时候你的笔到干净的纸巾上把颜料吸走。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再去蘸水啊。这个时候再去蘸水，你就可以一次性蘸个1/2，先把它一部分调到旁边试一下。觉得不行的话，再来蘸个1/2啊，再试一下啊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它取出来的颜色就是含水量比较少一点，然后又是透色的一个感觉了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那同样的啊，我们给它换成用小海绵去取这个含水量少一点的透色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取啊？哎，甩一下笔啊，重新取色。来，这种情况是我已经把这个颜色调出来了，对吧？然后的话，我想让它含水量少一点的，这个时候把颜料也是都吸走啊。
吸走的话，然后到这个上来把这个笔完全压进去啊，因为这个里面的含水跟这个水直接是水肯定是不能比的，对吧？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全部压进去之后，然后挑一笔颜色出来啊。我基本上我都是把颜色这样挑出来再去调，调成另外一堆的。如果你直接到这个里面调的话，你可能需要加进去很多的水分啊，就是反反复复的再去控制，不好弄啊。我一般都是调到旁边一堆，哎，感觉这个颜色还是不够透，再压一笔啊，再去蘸，再压一笔，再去蘸，这个感觉就靠着咱们自己去调控啊。你再去大面积的这样给它铺开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瞬间的这个颜色的一个看一个走出来的一个感觉，其实这个感觉就跟我们最终要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啊。然后同时啊，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啊，一会儿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。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啊？随着我们这个笔啊，它在这个甲面上去操作的这个时间，比如说我们是把这个透色铺在这里的，对吧？哎，这边一铺，因为我们通常可能是5个手指去打板，对不对？或者说直接一副指甲一直在做，随着我们一边操作啊，它的笔上的含水量会越来越少，然后颜料也会越来越少啊。这个就像我们写这个钢笔字啊一样，这个钢笔里面是有存着这个墨水的，对吧？这个墨水越写这个墨水越少啊，写到最后的话它这个就没有了啊，这个感觉。但放在我们的这个狼毫笔上面，就是越写它的颜色会越浅，就是因为颜料这个时候笔上的颜料越用它越少了，所以它呈现出来的颜色会越来越淡，直至到最后的话没有颜色。那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啊？就是你可以说是那你就需要不断的再去往出调颜色了。因为如果说你可能说我需要用到的这个我10个手指都要做一个这种淡绿色的这种晕染透透的，让它有个背景色，我需要用到很多，所以我一开始我调出来一大堆这个颜色。但是我们调出来一大堆的时候，你要考虑到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颜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我们的调色盘上面越来越收缩，它的水分越来越少，它的颜色就没有一开始那么透了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？就是它一开始我们调出来的时候，可能这个颜色非常透，等到我们再去取它的时候，它的颜色可能就变得稍微会深了一点啊。它再放上去，可能你看，它就会比刚才要深。它就不是最开始的这个颜色了啊，本来我刚才调出来就很少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我再去蘸它的时候啊，然后刚才调的是那种很多的颜色，也会有深浅变化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说，你要学会判断我们的这个颜料在调色盘当中，它的颜色如果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是需要不断的，可能是用笔尖啊去再碰一下水分啊，比如说假装这一坨是我刚才调出来的这个透色。我再到这个甲面上，比如说我做完了，我再到下一个甲面上的时候，我直接去蘸这个颜色的时候，我需要什么？笔尖再去蘸一下水，然后再到这个颜色里面去蘸一蘸啊，然后再到指甲上面再来操作的。这个时候它的透明度可能就是跟刚才是一样的了，是不是？是这种感觉的啊。那还有就是，如果说我们的笔上的颜料完全用没了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是要蘸这个颜色，那也是一样的一个方法啊。稍微笔上蘸一点水到里面去，这个调一调，对不对？那假如说我们是想让它呈现出来是深浅变化都是透感的情况下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控制的是我们笔上的控制的是揉颜色的时间啊，可能你的取水量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多揉一会儿，还是这坨颜色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多揉一会儿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哎，它颜色明显还是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颜色变深了。就是这样的感觉啊。同样取水量下啊，即便是透色，我们就尤其要讲究这个事情啊。取透色的时候，我们写一下啊。我写在这儿吧，取透色啊，大家可以说自己去往下去这里写啊。透色取色，根据笔毛当中水分以及颜料
的挥发。再次进行加水啊，然后还有一点，我刚才说到的第2点是什么了？就是同样是透色，同样取水量的情况下啊，取水量是一样的，假如都是1/4的取水量，都是1/3取水量，都是3/4取水量的时候啊，揉颜色。揉颜色揉的越久，颜色会越深。就是同样是透色啊，但是就是微微的一个区别。就像你看我们刚才调出来这几个颜色，这不都是透色嘛？就同样一个颜色，这不都是透色嘛？但是它会微微有一点区别啊。那好了，这节课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取透色的一个方式啊。下节课的话，老师会继续教大家去取渐变色。